玉哥加油！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挺你，直说。我直说就是我挺你。他觉得我在他前面一步抢了这个访谈，很记恨我。对，记恨他，这暗戳戳的对他。我是第6个，他是第7个。因为他们仨是没分的，现在。对。因为如果那个林蔚提前抢了那个访谈，子泰就还有可能哦。因为我就是想选4个人圆桌派啊，圆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他对我的恨之入骨，好烦。哎呀，林蔚现在压力也大，3人组里。哎，师姐 ，hello， 咋样啊？哎，就是没有选到我想选的。一开始想选啥？我就是想选那个，就是你做的那个东方新乐。对，我想说，之前一直都是在弄新闻专题类的，我想就是想搞一个综艺的嘛，没有选到，我抽到第9个。但这种一般就容易激发出来韵玲她在新闻上的一种斗志。我当时就觉得说，就是新闻和综艺你都能做好，你有这个能力。我觉得你有的，是跟我一起的是跟我一起的是诗文，我就其实有点压力大，因为我知道诗文他在新闻方面的能力很强。我觉得啊，就是这一轮的输赢，它可能只是决定的是你的积分嘛。但其实4位代教老师看到的是你的成长。你只要比第一次有进步，代教老师都是看到眼里的。好的，谢谢师姐。2025年布市共建来看一下吧。行业协会教育 AI。哎，可以从最前面开始看吗？我想听听导语。其实说起来，我们的这一届的大会啊，开启资讯大门，盘点全天新闻。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夜线，我是赵阳。暂停一下，各位晚上好。我记一下他的导语，我觉得咱们最好把开头结尾导语都背过，省得让咱们看着提词器说。可以开启资讯大门，盘点全天新闻。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夜线。你听那个赵阳的那个表达，跟那个张希老师的表达就不一样，个人风格就不一样啊。所以他有新闻内容的关系，也有个人风格的关系。印象里面感觉就是主持人都是那种很板正的，然后看这个之后发现有很多风格，很多，有播有说有聊。大致先看一下模式。打开夜线封面。进入夜线关注。有站播。进入夜线约见，2025年。夜线约见。进入夜线约见。新闻夜线封面，夜线关注，夜线约见。我感觉它对应的应该就是时政要闻、重点资讯、访谈。哇，这个访谈部分好长哦。这访谈要撑多久啊？半个小时。哎，那我觉得有选题的话，咱们尽量一个人先准备3个比较精彩的问题，然后如果谁想追问的话，就是抢气口插进去。你觉得咱们能有这个默契吗？可以。等会儿我们可以找个具体的例子聊聊看。可以啊。我现在更担心我的新闻播报怎么办？这有啥可担心的？我想找一篇新闻去练一下。哎，我能不能现在找一篇新闻，然后我现在去给张希老师读，让他给我抠问题，这个算影响我们这个比赛的一些公平性吗？不知道，你问问他呗。可以，我去问一下，这样子我今晚就可以针对性的练一下。张老师，我有个问题。你说。就是我们能不能考核之前拿一个就是新闻过来找您挑一挑问题，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就是回去认真的针对的练习一下。你说现在吗？现在可以吗？可以啊。那我去找2篇，然后准备一下。那我跟他一起就比较公平。可以，好。好的，来吧。谢谢老师。金牌大师课。可以的。那我跟你一起。好的。那我们就找一篇一样的，发一篇新闻夜线的稿吧。好，看看网上怎么有。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感觉他播报方式跟我一般习惯的那种确实不太一样。是吗？我们平时练的稿件是《朝闻天下》和新闻直播间多一点。新闻直播间就是比较正、比较严谨说事儿，《朝闻天下》就是比较清新，然后要很有朝气。所以你每天都会练吗？嗯，就是这些新闻。对，我每天得播。我也要练，每天得播它。太狠了！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当日在北京举行。我在旁边说吵你吗？我搬着电脑去你对面。好。他那个声音的位置播大时政是吃亏。气息位置确实，音色上也吃亏一些。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当日在北京举行。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为推动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天哪，我想嗷嗷的播新闻。就是要有干扰，这样才能练得更好。哎，张希老师，抓紧时间来，简单说一下。好的，老师，那您要看一下这个稿子不？你直接念没事，那我就直接开始念了。我拿个本子一起来听。来，开始。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好，我们稍微停一下。你看他的那个共鸣腔是不是全在上面？在上面。你习惯在句尾或者某一个词当中把最后一个往上扬。而且你的出刚才有些拖音。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什么战争重要还是抗日重要？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吧？重点在这个，而不在于战争。你再试一下。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对，然后继续。80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法西斯主义，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你看，又和平，来之不易，又往上扬，又拖，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我想声音往下走一点，然后有时候往下走就卡住了。没事，你就按你舒适的来。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的，一天的时间。你现在更主要的是去把意思讲清楚，把这件事想明白就可以了。你越想，现在越弄，就可能僵在这里。这个事情不要去想，这是一个长期解决的问题。好的。你一上场之前不要做大的那种调整。感觉在上小课呢，我们小课一模一样的内容。这是标准小课。你呀，还是这段。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法西斯主义，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所以我说，诗文就是拿来可上班的状态。绝对，云林现在心理压力了。他当时选这新闻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揪起来了。他最后一个没得选。当然，一些小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再修正，有些重音可以给的再强一点。好吧，我觉得总体都挺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我上楼一趟。好的，那有什么问题你们再问我，明天我也会和你们一起。因为明天是我和西哥搭档。好的，姐姐，加油。我去针对性的练一下。熟悉稿件。太难了，一晚上。浦东市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开工，沿线规划有莲溪公园等8大核心景点。市博水环分1、2期工程进行，计划2027年6月全部建成。冯同学，我的灵感要枯竭了，你怎么状态还这么好啊？来，杨同学，送你个桶，这是趣多多新出的缤纷桶。哇哦，好好看哎，这个桶，彩色的。哇，好缤纷啊！里面有4种口味，16小包，看起来很棒。进口软麦6段烘焙，超多香浓巧克力味豆，好满足。好好吃啊！继续工作吧。加油。
油！好，我们走吧。好，杜老师，他们干啥去啊？张老师带我们去看航天展。看什么？航天展。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是明天给，那我们今天下午4点20从这里出发，去世博会博物馆看一下探月工程20周年的一个回顾展。然后呢，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位神秘嘉宾，全程陪伴大家一起看展。哎，还安排了看展。那个张希老师是天文航天爱好者对，所以带大家去看一下航天展，放松一下。是老师什么展？世博会什么来着？不用记，不用记，这不是考核内容，这只是一个进一步让大家了解更多的知识的过程。好，看完展之后，我们去吃晚饭。好，羡慕，我也想去。好舍不得，本来是我要去。别本来了你，还在这插。这孩子真的是。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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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知道神秘嘉宾。我也是，我好想知道是谁。张欣老师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我喜欢。待会儿去看那个探月工程20周年。带你们看这个展，一方面是咱们放松一下啊，今天考核压力的确比较大。再一个还是做新闻这个东西吧，它有的时候需要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把它吐出来用上。好的。好嘞，到了，就这儿，世博会博物馆。好漂亮，它这个设计的。它就是世博会结束之后，把上海世博会的一些东西做了一个博物馆。前面这儿嘛，9天揽月，这个展我也没有参观过，我第一次来。哎，神秘嘉宾出现。哇！哎，扎总，哎，张希老师好。扎总，扎总，我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天舟货运飞船嫦娥5号探测器、嫦娥6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扎学雷老师。哇哦！您好，扎老师好。你好。我们是那个我的2个实习生哦，一个叫王韵林，一个叫张诗文。哎，欢迎，所以欢迎到这块来。今天的这个是您的主场，9天揽月。9天揽月，我们来看看怎么揽月。正好在这看这个月球仪。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落点啊都放在这个月球仪上了。这个月球仪呢，它正面啊，这个落点密密麻麻好多啊，月背就空空荡荡。我们嫦娥6号、嫦娥4号、嫦娥6号的上升器，在月球背面只有中国人去过。月亮只有一个面对着地球，永远是那个面哦，所以它有一半是你在地球上永远看不见的，你要放探测器才能看见。来，不是考核题目，但是实习，你就看到这个地球仪之后有什么问题？这不是月球仪吗？好，月球仪。啊，看到这个月球仪之后有什么问题？看了扎总的介绍。不好奇吗？难道你们不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背面只有中国的在那儿吗？以及背面为什么这么少吗？他们俩还是有点紧张，是不是？哦，你们看了之后没有这种直观感受吗？有。但我怕我问这个问题有点不专业。那没关系，你问的相当专业。考你们，你们可以说说看，为什么叫正面，为什么叫背面？潮汐引力分布不同。哎。有点意思。如果你没做功课一下点通，那真了不起，厉害啊！因为有地球的这个潮汐把它锁定，它也在转，地球也在转。就是我们如果从地球上看，月球看起来都一样，所以永远这一面对着那，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我们跟月球的背面就没有通过电磁波直接通信的这样一个渠道，所以月球背面要过去就特别难。既然月背这么难落，为什么要落在月背？它有什么不一样的价值？这个就问得非常好啊！哎，新闻人，这个正面跟背面在我们科学家的眼里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嫦娥6号把月球背面的月亮又采回来了啊，然后也发现了很多种科学意义上很奇妙的东西。这个是玉兔号的1:2的模型，刚才这个照片上是这个天线是竖起来的，所以它现在躺在里面。它为什么躺在里面？因为在那个竖起来，是因为没有那个地心引力，它可以竖起来。月球也有引力啊。
那为什么？你说你知道？竖起来是在工作，回去再在干嘛？充电休息。说得很好，就是休息。因为月球有那个特性，半个月的白天，半个月的晚上，晚上特别寒冷，所以为了他休息，我就让他做了一个这样一个相当于一个小房子，让外面2个太阳能翻板盖起来以后呢，散热慢一点，然后完全正确。你看这个一下子一点就通了，是吧？我们里面还会有核能的电源，每次度过差不多15天的长夜的话，正好够了。真的，我跟盛文在一块儿会特别有压力，太优秀了，压力山大。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这个返回气味轨道示意图，我看到它要从外太空进大气层再出来，然后再降下来。这是为了减轻一点它的那个燃烧的一些重量，然后卸一点力，让它再借着重力势能往下掉吗？说得很好。这个我们叫载入返回，就这张图啊，刚才你看得非常好啊。我们用打水漂的形式，插着大气层的边缘，还没进入深层大气层的时候，让它再跳起来。然后第2次再进入，我就按照预定的这样轨道再着陆到地面上了。这个时候的速度，那保证我们现在的返回舱的防热结构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首创。老师，我还有个比较私人化的问题。这个时候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不仅要会问，而且只要听不懂，一定要再问，不停追问，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现有的知识储备一定会听懂的。那你就再问，就千万别怕那个说我问的是不是显得特丢人。对，就这个概念是一定要去掉。张嘴就问。就是跨越1、2加速度的那个弹射的那个轨道，其实很像3个尔弹道的前半段，但他们又说3个尔弹道这个2次弹射无法，在技术上无法实现。那这个看上去它不是实现了吗？非常好，你说的这些技术啊，在工程实践中间，都可以去验证。我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他是学播音主持的，真的好。但是他对空军的很多，我估计跟你一样，会被播音主持耽搁的我们的一个航天人。好，扎总，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扎老师，谢谢扎老师，扎总再见，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哇，你真的好了解啊！我只是比较喜欢火箭军的那些东西。天哪，我今天能听懂这些，我觉得我已经尽力。我们走吧，今晚请你们2个吃江景料理。哇塞，滨江美景。哇塞，那边外滩能够看出来很明显。哇，中间那个钟楼看到了吗？那个外滩海关大楼，那是外滩所有建筑当中最高的。外滩就是当时各个国家都在这里有自己类似于商行啊这样的地方，所以它叫万国建筑博览群，有各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好漂亮啊，大上海。走吧，我们去点菜。走吧。其他几组会羡慕哭吧？我天。吃吧，吃吧，吃吧。来，这些天压力比较大，吃个冰淇淋填一填，好吧？谢谢。吧，我不客气了。你在广州就待了1年是吗？我是毕业之后去的广州，去年7月份去的。然后今年差不多也就是待了一整年。广州那边是为啥就想走了呢？就是因为我想回就是上海或者浙江这边工作，然后但是又一直都没有一个机会，然后碰到这样一个虽然说是需要赌的一个成分，但我觉得我还年轻，我可以试一下，就是最后没有获得也没有关系。还有一个点就是，就是我妈妈前段时间动了个小手术，然后我是那时候因为人一直在广州，然后工作很忙，我没有办法抽1天的时间回去看，因为1天也没有办法飞一个来回嘛。手术当天我还在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有点小小的愧疚。我知道其实我父母是不会在意这些点的，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可能要离家近一点，因为我家就只有我一个孩子。那你自己没想过就这么辞职回来，没压力啊？
有压力啊，其实，所以我前2个课题，我感觉我压力好大，因为我感觉可能其他同学还在读书，他们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实习经历、成长的经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是放弃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来到这里，我有时候就会想，天哪，我如果没有拿到这个 offer， 那我就是会有点内心上的无法说服自己的那种不甘心的感觉。这压力好大。但我现在其实从这2天开始，我已经逐渐清醒了因为我其实觉得这个 offer 它最终肯定是一个结果的呈现，但是如果说我能从第1个课题到第8个课题有一个飞速的成长，那我觉得也是很好很宝贵的机会。因为其实我那1年的工作经历，我有一点点就是在一个小窗子里了。可能我之前干的工作其实就只需要我干好主持人这个事儿。我非常能理解，有人给你弄这弄那的，然后我就感觉就也不难，我也觉得很简单，就是对我来说。但是可能往往需要这种复合型的考核的时候，就才会把我的短板暴露出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之前不觉得我在这些方面是有欠缺的，然后反而这一次之后，我就发现，就是其实自己还有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身边的同事他们不会给你真正的一些建议，他们会说你好或者怎么样，你就真的会觉得我好像还不错，会太盲目自信了反而。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跟大家就是学习，其实还是认识到了自己很多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点，这样我可以去改正。要不然我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才是最恐怖的。对，这个是，如果太年轻的时候太顺了，未必是好事儿。你就觉得以后可能都会这样，但你真的某一天遇到一个坎儿的时候，可能就会一下子过不去。对的，是的，是的。对于你来讲，在那边1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一些大的晚会，某种程度上真的，我觉得还是也算比较顺的了。我觉得那1年的工作经历，其实我总客观说确实是挺顺的，就是从我入职到一点一点就是走上相对台里领导给的比较大的舞台，是比较顺的。但是就是当你一直这么顺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点，我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了，没有人给我提出我哪里不好，或者说怎么样，太想成长了。广东卫视这1年的工作经历，它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多实践的成长，然后也是在这1年的工作过程当中，我坚信了我就是很喜欢做主持人这个事情。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其实是希望我可以从零开始，向各位优秀的老师学习请教。如果最终我顺利的拿到了 offer，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未来工作中非常有底气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说我没有拿到，那还有一种气叫福气。我觉得承认竞争者们的优秀，也是对我来说的一种修炼和成长。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不怕竞争，才能进步。我不能保证我永远都是很优秀、最优秀的那一个，但我想让我做到，我永远都是在持续成长，然后持续进步的那一个。哎呀，真好，心态很好。等于这次实际给了你一个你看到可能能够达成的机会。对对对，促成你一下子就把这个决心下来了。所以我想就是对，我想试一下。既然决定试了，就把它试下去，压力不要太大。是的，我最近一直给自己洗脑，没事的，没事的，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你也有压力啊，我觉得你也有压力。是好学生的那种压力。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在下面跟我的舍友聊，他们都觉得我风轻云淡的，看上去好像抗压能力特别强。但其实感觉我自己压力也很重，我就是很怕辜负。感觉对我来说，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好难得，好难得。我有很多东西没试过，我又怕如果这一次我一试，把它试错了，以后这方面的机会就不会再找到我了，有点莫名其妙的担忧。怎么试错了？试错了怎么就会不找到你呢？你觉着？我怕大家会觉得这方面我做不好。我们希望你达到一种可以直接就用的主持人的状态，但是你们在我们眼里依然是实习生，实习生试的时候就会出错啊。对自己高要求。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当然你们最终的呈现，在节目当中的呈现，考核当中的呈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更重要的看是你们有没有脑子和潜力。为什么？你现在所有的播出的毛病，你思考问题的毛病，只要我觉得我能带出来，那就可以。这是我一直以来把实习生能不能够变成同事的
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考虑自己一定要达到一个某种特别成熟主持人的标准，这很难，尤其是在一轮又一轮的考核的过程当中，想的越多，思想包袱越重，可能越想好的时候，可能越会出问题。